苦等1年的梦魇绝阵第3季终于来了，逃不出去的小镇里，怪物还是那个味道，依旧不紧不慢地追着猎物。Don't you want to play? 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在这样恐怖的氛围之中，居民们的矛盾冲突变得更加激烈。故事紧接上记，妈妈被神秘男孩推下了灯塔，因此成功地回到了久违的城市。看着眼前熟悉的建筑，塔比莎不禁潸然泪下。听着身后医生关心的话语，让他确定那个逃不出去的小镇不是梦境。但塔比莎根本不敢说出真相，那样只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个疯子。此时护士表示警察在路上，这话让他有些担心。尽管医生解释这只是正常流程，但塔比莎知道自己一定不能让人带走，那样她就无法救出丈夫与孩子们了。于是塔比莎拖着受伤的身体，借助医护人员的掩护，她成功地溜出了医院，恰好与刚到的警察擦肩而过。就在塔比莎漫无目的的瞎逛时，再次看到了那个神秘男孩。她焦急地想要追上前去，试图询问男孩最后说的话，这是唯一的途径是什么意思。可就在他抓住男孩后，却发现他根本不是自己要找的人，还被当作流浪汉撵了出去。孤独无助的塔比莎只能游走在街边，维克多给她的铁盒从未离身。看着2名正在自拍的女孩，塔比莎似乎想起了什么，她随即便上前借用手机。看着满脸伤痕浑身破烂的女人，女孩不情愿地将手机递给了她。拿到手机后，塔比莎内心忐忑地拨通了一个号码。 Hello? Mom? 电话那头是塔比莎的妈妈。听到母亲的声音，塔比莎再也绷不住了。妈妈问女儿为什么消失这么久都没和家里联系，塔比莎根本不知该如何解释，她只想给母亲报个平安。当得知妈妈已经报警之际，塔比莎慌张地安慰母亲，要她不用担心。不久后，她就和丈夫带着孩子们回家，可以听出对面的母亲已经泣不成声。她恳求女儿不要挂断电话，并要其与警察通话。塔比莎知道这件事不能惊动警方，因为就算她说出了实情，可真的会有人相信她吗？并且一旦自己被控制起来，那谁去救出丈夫和孩子们？塔比莎只能悲伤地挂掉了电话。归还手机之后，塔比莎来到了教堂。她走进告解室，向着对面的神父表示自己急需找个人聊聊，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是谁，我又为什么在这里，不然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疯了。 Nothing that I've been through is possible. I feel like my mind is breaking. 塔比莎欲言又止，随后焦急地想要离开。神父意识到塔比莎肯定遭受了重大的事情，于是便追上前，尽力地安慰着塔比莎。尽管神父不知道她遭遇了什么，但或许塔比莎背着的铁盒会给她答案。塔比莎表示这是维克多离开前为自己准备的食物。神父好奇地询问离开前是在哪里，塔比莎借此说道，那是一个晚上怪物出没的地方，一个没人能离开的地方。但是一个树洞将自己送到了灯塔，随后一个神秘男孩将自己推了下去，最后便来到了这座城市。可自己的家人还在那里，他必须回去救出他们。神父再次表示铁盒或许会帮到他。果然，当塔比莎打开铁盒时，竟然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Oh my god, I have to go. 小镇之内，黑哥正在处理自己的伤口，还时不时与死去的神父聊上几句天。然而两人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小镇让黑哥看到的种种幻象，都是为了击溃他。而自从黑哥打碎音乐盒后，他就下定决心救出所有人。外面突然传来吵闹声，神父就此消失不见。等到黑哥出来之时，就看到饭堂老板娘正拽着伊森，原来他是想去找妈妈。而朱莉也跑来询问情况，得知爸爸并没有找到妈妈，他失落地转身离开，根本不愿意听爸爸的解释。看着担心妈妈的孩子们，于是吉姆决定去森林找自己的妻子。黑哥好言相劝让他不要去，无奈吉姆去意已决，他只好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吉姆天黑前一定要到他曾到过的石屋，那样才有可能看到灯塔。副警长肯尼决定与吉姆一同前往。黑哥听后直接要他出来单聊。 Look, I know what you're gonna say, okay, but there's no way we can let him go out there alone. 但在肯尼感天动地的劝说下，黑哥只能默许了这件事。突然，不远处屋子的玻璃被砸碎，两人满心警戒地走了进去。只见杰德正躺在地上，痴痴地看着他模仿洞穴内看到的场景搭建的现身，口中还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多久没有睡觉了。黑哥两人将其拉起时，杰德还疯癫地表示，小镇的一切都与这个图案有关，而与他一样疯狂的还有新来的小黑。自从他梦见恐怖的事件后，小黑再也没敢睡觉。就在他与身边的老人聊天之际， You really need to get some rest. Boyd said it was okay to sleep again. I feel like something is watching me, but then I wake up and I can never remember. Is that her? She looks scary. 小黑猛地惊醒，他根本不明白小镇为什么让自己看到这个出现的怪物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谜团还没解开，新的问题再次出现。就在吉姆与肯尼刚刚出发后，爱丽丝焦急地找到了黑哥。原来上次暴风雨过后，他们种植的所有农作物都腐烂了，仅存的食物根本不可能供给所有人。居民得知后，纷纷围上了饭堂，企图要回自己曾经贡献出的食物。老板娘根本无法阻止，只能看着他们冲进了屋内。更有甚者，还牵走了一只羊。维克多与伊森想要阻止，可男人却对他们大打出手。维克多愤怒地掏出了手枪，好在黑哥及时地赶到，
这才劝住了将要失去理智的人们。之后一番发自肺腑的言语，才让众人暂时返回了家中。但食物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而此时的吉姆与肯在森林里却遇到了诡异的事。他们明明按照黑哥的指示前进，可在面前竟然看到了谁都不曾遇到过的木偶，样子十分的令人不安。两人又在不远处发现了几座木屋。吉姆表示天就要黑了，既然找不到那个石屋，他们不如在这里过夜，反正挂上护身符都一样。肯尼极力的反对，可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他只能选择了同意。殊不知正是这个决定，差点害得他们丢掉了性命。就在两人商议明天的计划之际，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随后又传来了撞击声，吓得两人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肯尼祈祷护身符能起作用，好在声音不久后就消失了，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而小镇上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只见怪物打开了关着牛羊的大门，另一人则是不紧不慢地开启了谷仓。原来白天黑哥与金姐两人商议过食物的问题，他们为此还大吵了起来，最终决定宰杀牛羊先来维持。而怪物们早就知道人们食物短缺，灾难由此降临。小镇之外，塔比莎来到了一座房子之前，原来在维克多的铁盒里，他看到了一张字条，于是便按照上面的地址来到了门前。此时一个老人刚好下车走来，他以为塔比莎是个乞丐，愤怒的就要赶走他。可当老人看到铁盒时，却面露震惊之色。Where did you get that? Oh my god. Where did you get that? You're Victor's father. 原来老人正是维克多的父亲。黑哥正要与醒来的杰德谈谈图案的事情，可猛地听到了传来的叫声，惊讶地发现两头牛正走在街上。小镇上的居民都指望着他们活命呢，顾不得安危。黑哥拿起护身符便冲了出去，杰德也不情愿地跟来，因为怪物随时会出现。 Come on, let's get them back in the barn. 看到三只羊沉默地冲来，维克多与老板娘也决定外出帮忙，独自留下姐弟两人。就在众人齐心合力驱赶动物之际，喊叫的声音吵醒了大巴里的男人。他惊恐地发现怪物们已经出动了。男人焦急地按响喇叭提醒众人 Boy, you just keep coming. This way. This way. Come on, we gotta get inside. 伊森看到了自己喜欢的那只羊，随即便打开了门，这就有了开头的一幕。Don't you want to play? 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两人惊慌失措地跑出了屋外，可下一秒伊森就被抓住。朱莉恐惧看向后方，就看到莎妹要其晋升，随后就带着姐弟两人快速地躲进了树丛。怪物不甘地发射色，其他怪物闻声微笑着走来，看着包围而来的怪物们，众人只能加快了驱赶的脚步。危急时刻，杰德牵的牛突然不走了，他大声地喊着黑哥，原来是怪物已经朝他走来。杰德被吓得连连后退，黑哥要他快逃。 Fuck away from me. 这一爪子吓得杰德目瞪口呆，甚至愣在了原地。维克多及时赶来，才将其拖走。怪物们开始四处搜寻猎物。三人趁怪物不注意开始逃跑，男人早就在盯着他们，立即打开了车门。 Over here. Come on, come on. Where'd he go? Go, go, go. 这几人是得救了，可黑哥一行人就要遭殃了。怪物大军朝他们走去。 Victor, get as many animals into that bar as you can. We can't stay here. Please, come on. 见到黑哥的牛不走了，老板娘上前帮忙。黑哥要他赶紧离开，可老板娘坚持要和黑哥在一起。无奈之下，两人只好牵着牛向谷仓走去。身后的怪物们缓缓跟随，似乎早就料到两人会去那里。到达之后，黑哥迅速地关上了大门，并放好了护身符，试图阻止怪物进来，却不料怪物早已等候多时。 Do you remember that, boy? You don't fucking break me. That's what she said. 黑哥一脸的懵逼，老板娘瞬间被怪物控制。黑哥拼命的想要救人，然而怪物实在太多。变了身的怪物直接抓伤了黑哥，老板娘大声的祈求怪物放了他。然而怪物可没有那个善心，一人捡起了手铐，另外两人将黑哥拖向了后面，随即用手铐把他绑在了柱子之上。他们准备要黑哥亲眼看着怪物们是如何折磨老板娘的，以此来击溃他的心灵。 Kill me, but you leave her alone. I'm not gonna kill you, boy. That would be no fun. Think this place can't break you? Let's see. 怪物们开始无情地撕扯老板娘，可黑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折磨比杀死自己还要痛苦。黑哥的内心在渐渐地崩溃，然而为了所有人，他必须坚持住。为了减轻老板娘的痛苦，黑哥只能声嘶力竭地安慰。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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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God. I
梦魇绝症第3季最绝望的一集来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塔比莎似乎找到了小镇隐藏的秘密，却不料吉姆陷入了更大的梦魇。故事紧接上集，塔比莎按照维克托给的地址，在屋子外见到了他的父亲，可下一秒塔比莎就睡在了沙发上，老人正手握武器躺在他的旁边。塔比莎惊坐而起，亨利连忙表示他刚刚晕倒了。塔比莎不安地想要离开，可亨利却阻止了他，并要他解释为什么带着自己儿子的午餐盒。塔比莎明白，亨利只是思念维克托，并没有恶意，于是便讲起了自己的遭遇。他们一家人外出旅行，却被一棵大树拦住了去路。天空中惊现无数的乌鸦，随后几人驶进了一个无法离开的小镇，而很多人已经被困在这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他正是在小镇上遇到的维克多，他不仅救过自己的女儿，还帮助自己逃出了那个梦魇般的小镇。就是在那时，维克托送出了自己的午餐盒。听到这些话，亨利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他询问那是什么时候。塔比莎表示应该是3、4天前，维克多绝对还活着。这些年他一直被困在小镇之内，然而亨利却认为塔比莎的话荒谬无比，等回去给警察好好讲讲吧。塔比莎焦急地起身恳求亨利，他不能见到警察，一旦自己试图向他们解释这些，必然会被当作精神病抓起来。可亨利早在20分钟前就给警察打去了电话，他要塔比莎坐下等着他们的到来。关键时刻，塔比莎让亨利上网去查，小镇上的人都是可以查到的真实存在，他们都被定义为了失踪。然而亨利觉得塔比莎是在撒谎，他一定是利用了黑科技在骗自己。既然是个离不开的小镇，那塔比莎是怎么逃出来的？塔比莎焦急地解释，是维克多帮助了自己，但亨利依旧坚持他的想法。情急之下，塔比莎说出了被锁在塔里的孩子。What did you say? Well, when I was in town, I started seeing children, or at least imagining I was. 听着塔比莎的描述，亨利越来越震惊，只因这些场景他都似曾相识。突然传来的敲门声打断了亨利的思绪，面对塔比莎哀求的眼神，再加上心中的疑问，亨利谎称是自己搞错了，他误把流浪狗当成了入侵者，这才成功的支走了警察。很显然，亨利相信了塔比莎，他放下了手中的武器，随即回忆起了40年前。亨利表示，就在维克多失踪前，妻子就开始听到声音，他说有一群孩子在呼唤自己，他们被锁在塔里的某个地方，一直在哭泣着等待营救，这让妻子十分的恐惧。亨利带着塔比莎来到了维克多曾经的房间，原来他曾有2个孩子，维克托还有一个妹妹。可就在妻子出现幻听不久后，他便带着孩子们突然离开了，从此再无音讯。按理说没人知道妻子提到过的灯塔，更没有人知道维克多失踪的事。亨利此时异常的混乱，但他思念儿子的心情是那么的强烈。既然塔比莎知道这些，那就意味着维克多还活着，而塔比莎相信自己被送到这里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找到亨利。然而他却非常肯定的否认。 No, I think you're here for what's in the basement. 就在2人前往地下室之际，小镇上的人们终于熬到了天亮。杰德担心的来到谷仓，就看到黑哥被锁在柱子上，口中还重复着蹩脚的粤语，而老板娘已经被怪物掏空。松绑的黑哥爬向了老板娘，抱着她开始痛哭流涕。平静之后的2人运回了老板娘的遗体。黑哥没再说一句话，空中降下的大雪似乎在哀悼着老板娘的离去。居民们都在默默地缅怀着善良的老板娘，而维克多则是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等到达教堂后，黑哥忍着伤口的剧痛，默默地将老板娘抱了进去。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肯尼。肯尼刚刚外出，自己就害死了他的母亲。黑哥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语无伦次地表示，我们得确保将老板娘和她的丈夫葬在一起，这一定是他想要的。此时杰德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既然黑哥当时也在谷仓，为什么怪物没有杀他？黑哥表示他们只是让自己看着，就是这样。说完，黑哥便走出了教堂。再次死了一个人，让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居民们，脑海中不停地闪过老板娘被残忍杀害的景象，这些画面深深地刺痛着黑哥的心。此时金姐焦急地跑了过来，询问黑哥老板娘死了是真的吗？他跟随一言不发的黑哥走进了办公室，紧接着黑哥便开始描述昨晚发生的一切，可金姐却只关心他救下几只动物。 What? Animals. How many did you say? 金姐表示为了几只动物，就让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值得吗？拦下他们，我们的情况比昨天又能好多少？黑哥听到此话，他激动地表示小镇只剩下那些动物。 Boyd, we are all we have. Us. These people, this family, that is all we've got, and now we've got one left. So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Just stand there watching our only resource go wandering off into the woods? We would have We starved! could have found another way! Yesterday you were ready to crawl into a fucking hole because the crops had spoiled. And now you're standing there telling me that we would have found another way. That I should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金姐知道黑哥做的没错，她只是对老板娘的死太过悲伤。这该死的小镇就喜欢折磨人，不管众人怎么努力，最后输的都是自己。Donna. No. I'm not angry at you, Boyd. I'm not. I'm angry at me. Because you told us that someday we'd go home. I was stupid enough to believe it. I'm not. Get off!
Oh, we gotta dress that cow before the meat soils. 小镇的气氛变得压抑，到处都传播着不好的消息。但在野外的肯尼和吉姆两人却发现了天大的惊喜。吉姆在湖边找到了大量的蔬菜，这些东西足够养活镇上的所有人。他们带着东西返回了小镇。肯尼还在兴奋地分享这个好消息，可众人却默默地围了上来。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肯尼突然发现妈妈不在人群之中，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放下背包，不顾黑哥的劝阻，肯尼走向了饭店门前。妈，我放你妈。黑哥本想继续劝慰，然而肯尼却打断了所有人。他强忍着悲伤走进了屋内。当看到有人在献花时，肯尼有些绷不住了。克里斯蒂焦急地追来，他再次强壮镇定，不停地表示自己没事。肯尼坐下后询问母亲在哪，克里斯蒂说在教堂，随后便不再打扰地离开了。就在这时，桌上的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里面放出了欢快的歌曲，像是在庆祝着怪物们的胜利。肯尼想要它停下，可无论如何都关闭不了。盛怒之下，他抄起了餐盘。吉姆回到家中，本想对女儿表达歉意，可朱莉根本不愿与他说话。要不是吉姆执意外出，昨晚弟弟就不会差点死掉。保护子女是父母的责任，但这个重担却总是落到自己的头上。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can't be the fill-in parent while you lose your shit. I was looking for your mother. 朱莉表示没有护身符，没人能在外面活下去。妈妈已经失踪4天了，自己知道父亲因没能阻止她而难受。I know you feel bad that you didn't stop her, but I can't. When Thomas died, you and Mom fell apart, and there was no one there for Ethan. I was 15. I can't do it again. I can't, not this time. I need you to get your shit together, okay? Okay. 说完后，朱莉伤心地离开了。悲伤的肯尼没有哭泣，只是带上2大桶汽油，准备烧死住在洞里的怪物们。这次黑哥没有劝阻，而是准备与他一起前往。进洞前，黑哥忠告肯尼，这次他们进去也许再也出不来了，自己要先将老板娘的遗言告诉他。Before she died, she said, "Oho chuguko yiga takochigela." 这句话终于让肯尼破了防。原来母亲在临死前都在想着自己。肯尼哭泣着扑进了黑哥的怀里，悲伤的事情告一段落。可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怀孕的法蒂玛在卫生间呕吐，无论爱丽丝怎么说，她都不肯开门。法蒂玛表示自己很好，可就在她清洗之际，突然感到一阵剧痛，随后口中就吐出了鲜血。法蒂玛将手伸进口中，竟然轻松地拿出了一颗牙齿。她惊恐地看向爱丽丝，两人焦急地来到了诊所。然而克里斯蒂却不在。爱丽丝本打算等他回来，可玛丽表示自己虽然不是医生，但却是个儿科护士，有关怀孕的事情她都知道。事出紧急，爱丽丝只好要玛丽为妻子检查。法蒂玛表示自己已经3天没进食了，闻到什么都觉得恶心。好在玛丽告诉爱丽丝，她的妻子没什么问题，只是由于营养不良才会导致牙齿脱落，腹中的胎儿也很健康，只需好好补充营养就好。爱丽丝这才放下心中的大石。然而物资匮乏的小镇去哪里找那么多的营养品？就在法蒂玛准备回屋之际，她却闻到了一股香气，随即好奇地上前查看。原来是居民正在处理腐烂的农作物，味道明明十分的难闻，可法蒂玛却像是找到了美味。趁着其他人离开，她悄悄地拿起一块，尝了一口，发现十分的好吃，于是便躲在角落里，对着这些发霉的食物大快朵颐了起来。没有人发现她的异常。居民们为老板娘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伤。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逃出小镇，或许最后会落得和老板娘一样的下场。但众人知道的是，尽管他们在被迫打一场明知赢不了的仗，可心中依旧抱着希望。当希望破灭的时候，他们必须互相扶持。此时亨利带着塔比莎来到了地下室，他表示这一切的开始都是在自己35岁生日的那天。当时两人将孩子送去了父母家，正准备享受2人时光，可就在此时，妻子听到了那些声音，并开始看到一些东西。她把自己看到的都画了下来。看到这些画像后，塔比莎震惊了。Oh my god. Oh my god. 亨利表示妻子曾经说过，他画的是一个地方，一个无处不在但又找不到的地方。你可能从随机的地点无意间误入，但永远找不到离开的方法。妻子还说，他就是被选中拯救孩子的人，但他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也有其他人被选中，他能看到每一个人，但所有人都失败了，谁也没能救出那些孩子。所以亨利认为，如果塔比莎看见过孩子们，并听到了他们的呼唤，那他现在也被选中了，或许救出孩子们，被困在小镇上的人也就得救了。就在塔比莎还在震惊之际，吉姆家中的电话突然响了，这让他一阵胆寒，只因电话根本没有接线。吉姆犹豫地将其拿起，里面竟传来了他死去孩子的声音。 Hello? Dad? Thomas. 梦魇绝症最惊魂的一集来了。
逃出去的塔比莎又被送回了小镇。更可怕的是，主角团每个人都将面对恐惧的折磨，让他们开始逐渐的走向崩溃。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操控着这一切？故事紧接上集，来到维克多家里的塔比莎一直在研究地下室里的话，希望通过他们探寻小镇的秘密。然而他不仅没能找到，还将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于是失落的塔比莎将有关小镇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亨利，其中就有关于传送树洞的事。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奇怪的声音。Do you hear that? 亨利表示那是瓶子撞击的声音，他们就挂在后院的一棵树上。而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塔比莎瞪大了眼睛，因为亨利的妻子称它为瓶子树，这正与维克多告诉自己的名称一致。塔比莎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大树，它与小镇里的瓶子树一模一样。塔比莎仔细地上前查看，唯一不同的就是这棵树没有树洞。可塔比莎觉得这棵树一定与小镇有着什么联系。此时亨利告诉他，这是妻子生前的一个作品，树上瓶子是他按照数公里外公园里的一棵大树复制的。听到这话，塔比莎激动地表示，也许那棵树就是连接小镇的传送门。他恳求亨利马上带自己过去，而念子心切的亨利毫不犹豫地外出，准备驱车带着塔比莎前往。可刚一上车，塔比莎就惊讶异常，车上放着她和丈夫最喜爱的歌曲。Small world。此时的塔比莎还没有感觉到不对，然而当她打开副驾的储物箱时，塔比莎却一下子愣住了，脸上露出茫然之色。她从里面拿出了一条手链，而这正是自己给丈夫亲手编的。她不是应该在小镇里吗？ Where'd you get this? 亨利表示这是妻子为自己做的，可塔比莎却渐渐地陷入了疯狂。她不断地告诉自己这都不是真的，只因眼前的一切过于巧合了。自己在维克多的指引下，穿过一棵大树逃出了小镇，又刚好在亨利家附近的医院里醒来，而身上的铁盒子里还写着他家的地址。这些事情越想越不对劲，塔比莎开始怀疑起了亨利。她认为亨利是在假装演戏，不可能有人将手链做得一模一样。 We're not really condemned, are we? What? It's just more of this place. Torturing me, punishing me, righ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塔比莎要亨利立即停车，并激动地表示自己不会按照剧本演下去。可此时亨利却愤怒地质问塔比莎，他不能只是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告诉他的儿子还活着就不负责任地离开。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然而亨利却不小心踩到了油门。再次醒来后，塔比莎发现两人已经躺在了救护车之上，这个场景无比的熟悉。随后救护车停了下来，而司机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他如坠冰窟。 Hey, everything all right? There's a tre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No. Oh my god. 看着眼前令所有人陷入梦魇的大树，塔比莎内心恐惧异常。难道自己真的又被送回了小镇？另一边，吉姆接到了死去小儿子的电话，听着日夜思念的声音，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深知对面不是真的，便要其停止模仿。可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险些失控。Should be watching Julie and Ethan. You should let them play outside so close to dark. 吉姆心头一震，随即猛地冲向了屋外。此时黑哥依旧摇着那个铃铛，提醒着众人赶紧返回屋内。当看到焦急地呼喊着孩子的吉姆，黑哥便询问他是否还好，得到的却是没有问题的答案。尽管黑哥察觉到了他的不对，但并没有多问，因为小镇上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自己处理。第二天，黑哥找来儿子爱丽丝，与他商议抓住一个怪物的事情。金姐突然出现，原来爱丽丝将抓怪物的事情告诉了他。黑哥激动地解释，这些该死的怪物每晚都会出现，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在面对什么。想要了解他们，就必须抓住一个活的。可金姐听后更加的激动，她愤怒地质问黑哥，抓到怪物难道要折磨他们吗？我们用散弹枪打他们，这些东西却只是微笑而已。 We gotta do something, all right? You can't. We gotta fucking do something. How you gonna do it? I am working on that. 就在黑哥与金姐吵得不欢而散之际，小镇上开始接连发生了怪事。维克多拿着铁锨开始一步一步丈量，按照图上的记载，他走到一棵大树下，观察四周无人后，便开始了挖掘。接着他抱着行李，面露恐惧地来到了莎妹的家门口。取得同意后，维克多准备在这里住下，似乎预示着将有大事发生。肯尼带着一支小队来到了他们发现的立有巫毒雕像的湖边，准备为小镇居民带回更多的食物。而杰德却在不远处发现了2块被染成红色的奇怪石头。就在他疑惑之时，猛地看到一个男人被钉在了前方的树上。杰德缓缓地走了过去，下一秒，男人似乎想告诉杰德什么，可恐惧的他丝毫没有注意。等到同伴赶来，只看到杰德在对着空气挣扎。虽然眼前的男人消失不见，但他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不顾肯尼的劝阻，杰德执意要独自返回小镇。担心的克里斯蒂追了上来，不料却踩在了陷阱之上。众人闻声赶来，可无论如何都打不开捕兽夹。小镇之上，怀孕的法蒂玛趁着别人不注意，悄悄地来到了堆满腐烂食物的垃圾堆，焦急地捡起2块，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似乎这才是人间美味。这一幕刚好被收衣服的巴蒂看见，
等到法蒂玛发现他后，随即扔掉手中的垃圾，惊慌地逃离了现场。巴蒂找到法蒂玛，告诉她自己怀孕时也出现过异食品。法蒂玛听后担心地哭了起来。巴蒂细心地安慰着她，并且拿出自己曾经的塔罗牌，准备为法蒂玛预测一番。尽管法蒂玛并不相信这些，但为了寻求一丝的心理安慰，她还是决定配合一下。然而法蒂玛刚刚问出孩子是否健康时，一只乌鸦突然撞向了窗户。本以为这只是巧合，可下一秒乌鸦就冲进了屋里，开始哇哇的大叫，好像在警告众人灾难就要来。天色渐晚，三人还没救出克里斯蒂。此时杰德急中生智，他拆下了支撑巫毒雕像的铁棍，利用他们成功的撬开了捕兽夹，顺利的救出了克里斯蒂。就在他指导三人为自己接骨之时，杰德惊恐的看到之前消失的男人再次出现，他手中捧着半颗头骨，仰头喝下了里面的不明液体，随后还要将其递给杰德。克里斯蒂的呼喊声将他召回了现实，在三人的配合下，接骨开始。1, 2, 3。由于克里斯蒂的伤势，众人不得不在野外过夜，等待他们的不知会是什么。男人突然听到异响，他震惊地向窗外望去，只见一只明明袜落在了那里，而上次正是他的出现，让三个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就在明明袜冲向男人将其包围之际，黑哥的出现惊醒了他，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 Hey, are you alright? 男人表示没有事，随后便问黑哥要干什么。黑哥告诉他自己想要与其换地方住一晚，他准备观察一下怪物晚上都在干什么，但并没有说要抓住一只。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即将来袭，